怎么是你？少杰呢？轩宇轩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别走！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想让你快点想起我，你知道吗？也就在小时候见你跳过舞，想想啊，一晃眼10来年了。雨轩，你一会儿可千万别紧张，放轻松啊。哎呦，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紧张呢？哪有，我这替你高兴。好了，小仙女，你怎么来了？小仙女，准备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，千万别紧张，你就放松跳，反正观众就我们几个人，我们不会嫌弃你的。哎，我说你们俩这还真是一对璧人啊！连担心的话都一模一样。慧心，我去下洗手间。慧心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你不是声称自己是最了解女人的男人吗？怎么亲了之后就怂了？你的意思是同意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我也去洗手间了。雨轩，等等我。这什么意思呀？看来有戏。这就走了？是啊，我得赶紧回去整理一下采访的稿子。哎呀，不要嘛！你看现在都这么晚了，你就不想看看轩宇轩的 solo 表演吗？他有什么好看的？她是我姐，我担心她。可是你都好久没有叫我姐姐了，你可以叫声姐姐来听。你都是我女朋友了，我才不要叫你。不叫啊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婉宁，姐姐，说什么？你没有听清楚啊？姐姐。哎呀，没有灵魂，再叫一次。哎呀，姐姐，继续叫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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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我看见什么了？遥远，这姐姐叫的挺溜的呀！轩轩，你在这偷看干什么？真是嫁出去的弟弟泼出去的水。轩轩，你跳舞真的没事吗？姚明很担心你。我才不担心他。放心，我已经100%没问题了。行，那一会儿让遥远给你录下来，以后也是个纪念。好，那就谢谢弟妹啦。说了别这么叫我。哎呀，好啦，你们赶紧去落座吧，我马上就要上台演出了。好了，加油。
医生，他什么情况？经过抢救，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不过什么？这次重击造成了一定的脑损伤，生命保住了，可其他的需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。那您的意思是，他有可能醒不过来？目前不排除这种可能，就算醒了，可能会有后遗症。好，谢谢医生。顾远成，顾远成，你必须醒过来，听到没有？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的。我已经失去了我最爱的人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你不是都对我的危险有感应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害怕呀？顾远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醒过来，好不好？你醒过来好不好？醒过来好不好？木月，你陪陪他。放心吧，爷爷。醒过来好不好？不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爷子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立马对这次事故进行调查，看到底是人为还是意外。去吧。平时呢，你最爱干净了，跟有实际强迫症一样。你现在真的应该先来看看自己。我现在是随便帮你擦擦，一点都不认真。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，知道吗？来，医生说了，你要多喝水。来。乖，你听话，就喝一口好不好？你平时不是最在意自己的仪表了吗？你现在最好醒过来看看自己，已经一点儿都不帅了。那今天呢，我就先帮你。明天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，然后自己喝，好不好？这样下去，顾远成还没醒，他就先倒下了。是啊，这事我还没告诉我爸。那就先别说了，免得他担心。这件事对我姐的打击，不亚于当年妈妈意外去世。别担心了，顾远成肯定会醒过来的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是个意志力很顽强的人。我也相信他们能度过这次难关的。对了，先回公司吧，那边需要你，这边我来守着。嗯，我忙完就过来帮你。正好我回去让我爸爸联系一下国内外知名的脑科医生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婉宁，谢谢你。傻瓜，我们是一家人。
那我先走了。雨轩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雨轩听话，你这样要是顾元成知道了，肯定会担心的。我发现院子里有个很好看的地方，咱们就去那儿吃，好不好？嗯，走。你在这看着啊。哎，雨轩，你怎么了？雨轩，雨轩，你快去叫医生。我去叫医生。雨轩，雨轩，你不要吓我，你不要吓我，雨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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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，雨轩？爷爷，你放心，我姐她肯定能醒过来的。雨轩，你醒了。爷爷，雨轩醒了。醒了啊！哎，好，醒就好，醒就好啊。爷爷，傻孩子，你可不能再这样不注意自己身体了。严琛现在还没醒来，你就倒下了，你让我这个老骨头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爷爷，让您担心了。没关系，今天我就安排一个人，24小时陪着你，回去好好休息。等你休息好了，再来。爷爷，你就让我留下来照顾燕城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吃饭，我会按时睡觉。我想让燕城醒来以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我去过医院了，顾家这次十分谨慎，内外有保镖把守，外人一律不得接近病房。不过我打听过了，顾总还是没有醒。那雨轩呢？一直在医院照顾顾总，好像没有离开过。怪不得一个信息都没有回。现在除了顾彦成，他应该什么都不关心。董事长，还需不需要再联系顾氏，表示您要去探望？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好的。我看了新闻，才看看顾彦成，正好路过院子看见你。他还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都没怎么看信息的。你还好吗？你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告诉我。我也是脑科的专家。顾彦成这个点儿差不多该换药了。我得去盯着。我先走了。
燕城，你看顾沐雨多棒啊！等到你醒来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他的新电影了。你听说了吗？刚刚那个病人醒了。当然听说了，顾氏集团的继承人嘛，长那么帅。雨轩，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？哎，等等我！叶城，顾叶城，你终于醒了。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了？醒了就表示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不过还要留院观察一些时间，看看有没有后遗症。好，谢谢医生。顾彦成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这个女人也太主动了吧？是爷爷派你来的吧？顾彦成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？这个玩笑真的一点。我怎么记得谁是谁？那你再想想，他是谁？不认识。你怎么可能忘记他呢？他是荀宇轩啊！你如心，算了，不怪他。爷爷，你们先聊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哎，宇轩，宇轩，院长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我没事。宇轩，你还好吗？慧心，我不好，我的心真的好痛，我好难受。顾彦成他记得所有的人，却唯独忘了我，好像我被从他的世界里面彻底抹掉了一样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害怕，他从来就没有爱过。
他真的没有冲上去保护你？很奇怪，他以前明明说过能感应到我有危险的。难道是他这次受伤，影响了你们俩之间的感应？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第二发，以毒攻毒。怎么回事？那我出去等你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点不一样？确实有点不太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脸皮有点厚。算了，我不应该这么着急，应该循序渐进。顾总，对不起，是我冒失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顾总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作为顾氏员工，请注意穿戴整洁，头发也不能凌乱。下次上班的时候把头发扎好。雨轩，你别伤心，他不是有意的。我不伤心啊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他虽然把我忘了，但是他还是以前那个他，我还是很有信心能换回他的记忆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就先回去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。我先走了。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我真的认识她吗？自己看吧。这都是那个女人的。我也很奇怪，你之前那么喜欢雨轩，为什么唯独会把她的事情都给忘了？我也奇怪，可她确实长得很像仙女藤天图。对，所以我觉得
这也许就是爷爷刻意安排的。看来宇轩说的没错，你虽然失去了一段记忆，但是你并没有变。或许，这是上天给你们的考验。你还相信这个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别说我，到时候你比我还信呢。对了，金雕奖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？没错，时间不多了。出演之前一直在准备比赛的事情。没事，反正我的哑剧也快雕刻好了。哑剧？看来你不只是忘记了这段时间的记忆，你的记忆还停留在第7届金雕奖。难道不是吗？那是5年前的事儿了。你现在要参加的是第8届。那第7届我拿了金奖吗？是啊。那就没什么问题，反正这届的金奖也是我的。哎，不过，那之前车什么车？没什么，反正你以后开车你注意点啊你。这跟雕刻有什么关系啊？而且我是有专职司机的。对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你还有你的缪斯仙女呢呀！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啊？我决定，从明天起，就闭关雕刻。好。不过，老大，我还是得奉劝你一句，你对你那专职司机你好一点，要不然到时候你肯定会后悔的。哎呀，虐妻一时爽，到时候你就追妻火葬场。请问你找谁？请问这个病房的病人去哪了？哦，他已经醒了，昨天上午就拎东西回家了。谢谢。老板，您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今天出门已经仔细检查过了，仪容仪表绝对不会给公司丢脸的。没有。那就好，有什么问题您就直接说，我一定会改的。怎么感觉他有点不一样了？好像没昨天那么凶了。老板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需要。不需要就不需要嘛，这么大声干嘛？那你有什么需要告诉我，我一直都在这儿。哎呀，不愧是我雕刻的，已经有仙女腾天图的80%了。
喂，老大，情况紧急，赶紧来雕刻室。公司出事了？不是，是我。你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仔细跟我说说。我现在的手，拿起刻刀就止不住的颤抖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车祸的事儿不是忘了吗？难道还有肌肉记忆？什么车祸？现在你那个专职助理在你身边吗？他在外面。你仔细听我说，这件事只有他能解决，你找我没用，我这还有事呢。挂了。你的年终奖没了。雨轩，来宾，你怎么来了？顾远成在里面雕刻，你小声一点。我有些事想跟你聊聊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等一下我还要送顾总回去呢。正好，顾远成也醒了，我跟你在这儿一起等他。这不好吧？我今日是专程来找你聊事的，是不会独自回去的。顾彦成出来应该还有一段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出去聊。徐宇轩，老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位是白冰也不认识了。你朋友啊？啊，这位是我朋友，来找我聊点事情。记住，下次闲杂人等不要带进来。你进来，我有话问你。顾总是什么意思？顾彦成现在情况有点特殊，详细情况我之后再跟你说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进来。再联系啊，拜拜。他是不认得我了。顾总有什么吩咐？给我解释一下，我之前车祸是什么情况？你想起车祸的事了？现在只有我问你答，没有反问。你车祸是5年前，在第7次金雕奖结束之后的交通意外。那这车祸跟我雕刻又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车祸你伤到了手，之后就拿不起刻刀了。虽然之后手治好了，但却因为心理上的作用无法完成雕刻。难怪少杰要隐瞒我车祸的事。老板，你是雕刻碰到了什么问题吗？我能有什么问题？有可能这是一个好机会。老板，你仔细看看，我跟你要雕的这个仙女是不是长得格外的像啊？因为之前我就是在这儿给你当模特的。你当模特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可以试试。金雕奖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不能因为小问题半途而废。雕刻从象石、设计、出坯、细雕、精雕、修光、打磨，再到配作，最终才能呈现出一尊带有灵魂的雕刻作品。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倾注雕刻者心里最真实的爱。这个过程正如人生一样，也是在雕琢和磨练自我。
总觉得少点什么。哎，你干嘛？我一定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。不是，那你怎么肯乖乖让我抱？肯定是梦。你放开。不要。力气这么大，不应该做助理，你应该做保镖。你就让我再抱一会儿嘛。松开。我不要。你要抱多久啊？就一会儿。我数3声，你要再不松开的话，后果自负。知道了，你数8。1、2、3。哼。老板，你怎么脸色这么差呀？是雕刻太累了吗？啊！你又干什么？我脚麻了。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我真的，我都走不了啦。不用去猜都能感受，爱的预兆怦然心动。坐好。看在你做模特的份上，就先休息一会儿。谢谢老板，你人真好。刚跨过就翻脸不认人了。说好要跟你好好聊聊，自然等到你下班了。这个人面相不太好，长得令人讨厌。请问阁下贵姓哦？顾彦成的问题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，如果他问什么奇怪的问题，你千万不要惊讶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顾总您好，我叫白斌，是以玉园林的项目投资人，正在与贵公司进行深度合作。园林内的雕刻设计都出自您手。以玉园林，好像听少姐提起过。不好意思，白总，最近大病一场，什么事情都记不清了，还望海涵。顾总客气了，您住院的时候我也去探望过，知道最近您出院了，这次前来也是希望能跟你一起用餐，为顾总接风洗尘。老板，白冰没有恶意的。之前您住院的时候，那位史教授就是白冰请来的。没想到白总如此费心，这怎么好意思让白总请呢？白总救了我一命，
当然是由我来请。好啊，那今晚顾总破费了，请。请。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今天这顿饭比鸿门宴还要吓人。附近也就这家餐厅还可以。如果你们吃不习惯川菜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换一家。能。我记得你不是不能吃辣吗？怎么不能？我现在可以吃了。这失忆，口味也会改变啊。你也可以吗？不用管我，你爱吃就好。那咱们谁来点菜？你。不错，辣的刚刚好。确实，辣的刚刚好。老板，你不是在逞强吧？要是吃不了的话，就别吃了。这算什么？对了，下次我雕刻的时候，你也必须跟在我身边。好。白总这次来，不只是为了接风洗尘这么简单吧？你找我顾氏员工有什么事吗？不会是想挖我顾氏的墙角吧？顾总误会了。当然，宇轩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员工，我也非常希望他可以到我这来，这样我可以给他充分的自由，更不会干预他的私人生活。谢谢。其实呢，这次白冰找我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，只不过他之前刚好帮了我一个忙，所以我欠他一顿饭而已。是吗？白冰，来了，走。顾远成还好吧？我已经把他送回去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本来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，但看到顾远成现在这个情况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他是不是连你也不记得了？他把我忘了，也忘了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。他失忆了。你还记得那幅《仙女腾天图》吗？记得，是顾氏祖传的那幅画。其实那幅《仙女腾天图》是源自我的祖先。那幅画是你祖先的？对，
是我的祖先将画交给顾氏，让他们找到并守护画中人。可，这跟顾燕城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了让顾氏遵循承诺，我的祖先用一种方式和顾氏定下了契约。这个契约被深埋进了顾氏的隐性基因里。顾氏会有人遗传到这个基因，外部表现就是一枚胎记。拥有这枚胎记的人，会对画中人产生天然的保护欲，可能会误以为喜欢上他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太荒唐了！要是按你这样说，那顾爷爷跟顾沐雨都是顾家的人，为什么他们没事？遗传基因是很玄妙的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遗传到父辈的基因，而且有些隐性基因会在某些环境的刺激下，由隐性转为显性。只能说到了顾家这几代，顾燕城正好继承了这个契约基因，所以他才会对你的危险有感应，更会误以为是爱上了你。他的确会对我的危险有感应，可我并不认同你说的。我能感受到他的真心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，这个基因就好像是人工智能芯片，它遇见你的时候，这枚芯片建立，它对你的好感和喜欢，都是这枚芯片的意识，而不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意识。这不可能，这太荒唐了。你要怎么证明你说的？你可以去看一下，他胸口那枚胎记是否还在。难道胎记会消失？听了你的描述，顾总失去了这5年的记忆，就是说他现在只有车祸之前的记忆了。没错，林医生。但虽然他失去了这些时候的记忆，但我觉得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他。但有的时候又有点不同，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这种选择性失忆啊，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一种呢是因为脑部受伤有淤血压迫影响的，还有一种就是心理因素导致的遗忘。可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，脑部已经没有淤血了。难道他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不要这么想，有时候呀，不是因为没有感情，反而是过于重要而遗忘的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想忘掉一段记忆，而影响了其他的记忆。真的吗？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啊，他不愿意的事儿是无法勉强的。而且你说最近他对你的态度有所好转，这就说明他内心潜意识里是对你在乎的，只是他自己还没有发现。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换回他的记忆呢？我记得燕城之前提到过，只要你遇到危险，他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来保护你。从这方面试试呢？我已经试过了。循序渐进，不可操之过急。而且用这个办法的时候呀，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，不要让自己真的受到危险。我要相信科学。准备好了吗？台词都记好了吧？好好演啊！这样真的能行吗？当然行，怎么不行？少杰说了，顾彦成马上要参加一个活动，就在里边换衣服呢。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准备好后面给你接戏了。而且你不也说了吗？这是你们第一次的坦诚相见。说是这样说，可真这样做的话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会，放心吧。
你怎么不敲门呢？台词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不许叫，不许叫！我松开可以，但是你不许叫。嘿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胎记呢？你胎记怎么消失了？放开！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你的胎记。这么快，衣服都穿好了？你们继续，不要停。站住！你的胎记是什么时候消失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醒来之后就没有了。剧本里没有这段啊。你之前跟我说过，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的胎记都会隐隐作痛，所以你才能过来保护我。怪不得你现在感应不到我，原来是因为胎记消失了。感应，保护你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只是来送花的。怎么样了？坦诚相见也都不行吗？难道非得更进一步才行？慧心，我还发现了更糟糕的事情。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儿？老大，还有什么分手？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？没有，我怎么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呢？我可是很讲兄弟义气的。我看你演得挺开心的。我对你的忠心，天地可证，日月为鉴。就算是串通，也是为了你好。那个女人说胸口胎记的事情是真的吗？你之前确实跟我说过，你会不由自主的想保护她，但是我不知道这跟你的胎记有什么关系，应该是你单独告诉她的吧？毕竟你们之前的关系要比你想象的亲密得多。我出去等你啊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胎记呢？你胎记怎么消失了？放开！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到底忘了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知道这很难相信，可这就是事实。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慧心，我还是想再试一试，但是我需要少杰的帮忙。没问题，你想怎么做，我让他迅速安排。好。好了，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为什么不是我的司机来送我？我说您这一路一直盯着我看，又不说话，原来是想轩宇轩了。并不是。作为顾氏员工，不请假就旷工，你要安排人事部给他做一下培训了。哎呀，真是煮熟的鸭子，肉烂嘴硬。欢迎顾总回家。作为我的司机，你不来接我，在我家做什么？我在兼职。兼职？从今天起，我不光是你的司机，更是你的贴身助理了，
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？哦，是顾董今天刚刚决定的。他觉得杜叔叔一个人的工作量有点大，所以让我来帮他分担一些。我不需要什么贴身助理，你走吧。为什么？你一个女人不太方便。我都没有觉得不方便。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害怕的？难道你怕我把你拒绝无效就要接受现实？行了，我先去做饭了。难道真的没反应啊？哎呀！怎么了？我切着手了。我切着手了。手。别动。老板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不是故意的。你不适合做助理，还是别做了。谁说的？你别瞧不起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是我不小心弄的。等你尝了我做过的饭，你就知道我有多优秀了。等等。还是我去切菜吧。来，老板，快尝尝，看看我这个助理合格不合格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什么叫还不错呀？夸人一句难道很难吗？你那个砂锅里是什么？这个呀，这个呢是我们巡视祖传的养胃粥。我给你盛一碗，我保证呀，这个会惊艳你的味蕾。你试试。闻着还不错。专门为宿醉还有大病初愈的人量身定制，你尝尝，怎么样？好喝吧？怎么了？不好喝吗？没有，还不错。我以为出什么问题了。那老板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粥的味道有点熟悉？
好像是有些熟悉。真的啊？不过粥的味道都差不多吧。况且我也不是很喜欢喝粥。看来又是我多想了。我收回刚才说的那句话。哪一句啊？你不适合做助理这句。真的吗？你做的菜合格了。切伤手是不是因为伤口太小了，所以感受不到？是不是应该试试更夸张的？可是被灯砸、被车撞确实有点太危险了，可不能他还没想起来我先挂了，那他得多难过。该怎么办呢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再试一次。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没有防备心啊？顾彦成，顾彦成，你感受到了吗？你快来！慧然，还是不行。他现在对我真的没有感应了，我们之间的联系真的消失了。我现在真的很灰心，我害怕他再也想不起来我了。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有点难办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你倒是快说呀！卖什么关子是吧？生气。雨轩，你记不记得那次在酒店你美救英雄那次？记得，但我们总不能再骗他一次吧？当然不用，我是记得，你们别多想啊。快说呀！哎呀，我这不是营造一点悬念吗？我想着，干脆你主动一点，你主动吻他，说不定在这种强烈的刺激下，他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这可行吗？当然，还需要我的氛围布置来加持。反正死马当活马医，不如下一剂猛药。放心吧，一切我来安排。少杰，这到底在搞什么？怎么是你？少杰呢？轩宇轩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别走！为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想让你快点想起我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到你陌生的眼神，我觉得我的心痛的都快要窒息了。虽然我嘴上说着不着急，慢慢来，你总会想起我的。可是我的心里真的很希望你能快点想起我，你还能抱着我，还会爱着我。顾彦成，求你了，想起我好吗？对不起，就算我们曾经真的有什么，但现在你对我来说，就像陌生人。我做不到。我不让你想。你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在考验我的定力？你真的什么都没有想起来吗？没有。哎，顾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前段时间看新闻可把我们吓坏了。故事说您在休养，不见人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。你是？顾总，我们把一域园林的项目交给您顾氏，您这就翻脸不认账了。再说了，您还欠我们董事长一尊雕刻作品呢。而且白总也马上就到了，要不我们一起吃顿便饭？又是一域园林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外面车灯太晃眼了，我没看清楚。要不这样吧，今日我还有事，改日登门拜访。好。这顾总什么情况？莫名其妙。正事要紧，走吧。是，老板。雨轩，白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
顾彦成，他真的把我忘了，他把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忘了。我为什么会对他有感觉？这些记忆真的是属于我和他的吗？不行，不能失去理智。在没有确认之前，绝对不能心软。把今晚的事往后推，有任何后果我一力承担。好，我下去安排。你和顾彦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的胎记真的消失了。雨轩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很离奇，但你要相信我，我当初进入顾氏就是为了确认这件事情，而且我的祖先当初是爱华中人的，只是因为一些原因，他无法继续保护他，才做了这样一个决定。北冰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雨轩，请记住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在你身后。徐雨轩，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想回去吗？顾总还记得我吗？白总，我虽然忘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但是半个月前的事情我还是记得的。那顾总是否还记得，这5年来我是你的助理？助理？你做我助理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因为雨轩。因为他？你来顾氏集团做助理，就是为了找他？是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他现在是我的助理，他必须跟我走。顾总，既然你都不记得我了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再跟你回去了。我当您的助理只是为了换回您的记忆。以后我也不会来烦你了。跟我回去。我不。顾彦成，以前我跟你说过，我喜欢许云轩。我之所以不跟你争，那是因为他爱的人是你。现在你如此伤害他，我也就不会再退步。既然你忘了，就请你离开的彻底些。以后我会在他身边。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开心？
白冰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之前跟我说的仙女藤天图的事情都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没有半句假话。以前呢，我一直都不相信，但现在，事实就摆在眼前。原来这么久以来，真的都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。雨轩，我刚才说的话，我知道你刚刚是想替我解围。不是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我心中所想，真情实意。我想照顾你，守护你。白冰，我累了，我想先回去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谢谢。1000年了，这次我不会再错过。少杰，来这干嘛？难不成是要看话剧吗？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反正，老大，你自己坐着看吧。
雨轩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想必公子是认错人了。不可能，你不是雨轩，那你是？小女子名为白若曦。白若曦？难道你就是那仙女腾天图中之人？公子为何有我画像？那画是我故事传下来的，我不知道那画从何而来，但我故事先祖让我们守护这画中之人。难道要守护的就是你？那公子为何又要守护我呢？千年已过，这就无从得知了。公子刚刚唤我雨轩，听上去像是一女子芳名。是，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那她可是你所爱之人？我很爱她。顾彦成，顾彦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一向年光有限身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你醒了？我去叫医生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口渴。口渴是吗？我给你倒水。顾彦成，你记起什么了吗？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记起什么了吗？白冰，你别问了。顾彦成才刚醒，你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来，喝水。喂我。喂你，好，来，慢点，小心，慢点喝啊。既然时候也不早了，就不辛苦白总了。白总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这里雨轩留下来照顾我就好了。白冰，你先回去吧。今天你也辛苦了，我留下来一个人照顾他就可以了。我送送你。还想喝水吗？扶我躺下。再休息一会儿吧。